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的吉隆生活着一个特殊的村落，他们是最后加入中国国籍的族群。在200年前，他们的祖先来自尼泊尔王国的库尔喀人入侵西藏的吉隆等地，后被清朝政府击败赶出中国。但一部分库尔喀人由于战败无法返回尼泊尔，便生活在了吉隆，一直过去了200年。他们在这里和藏族居民混居，现在大家叫他们为达曼人。达曼在藏语里就是骑兵的意思，可见达曼村这些村民的祖先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兵。在2003年以前，这些达曼人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没有房子，没有土地，平常以打铁、做木匠、当背夫和打杂为生。终于在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加入了中国国籍。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接纳他们为中国公民，并且建立了达曼村，每家的房子都是一个小别墅。至此，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访他们的生活。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在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西藏的吉隆口岸。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叫达曼村。看过我们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哈，去年呢，我们就无意中来到了这个村庄。达曼村从外观上来看啊，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西藏的一个小村庄，但这个村庄却大不一样，因为这个村子全村人都是尼泊尔人的后裔。达曼这2个字啊，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骑兵的后裔。因为呢，这个达曼村整个村子，他们往上数6、7代，他们的祖先都来自于尼泊尔的库尔喀军。库尔喀是尼泊尔的一个部落，在14世纪的时候突然就崛起了，后来更是逐渐的统治了整个的尼泊尔。库尔喀强大之后，和我们的边境就逐渐有一些摩擦，直到清朝的时候，库尔喀对我们这边的侵扰已经到达了不能忍受的地步。乾隆皇帝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的愤怒，他就派了福康安大将军率领了1万多清兵来到这边帮忙剿灭库尔喀。那当时我们是胜利了，胜利之后呢，库尔喀的大部分被我们消灭，也有一部分逃回去了，但是仍然有数百名骑兵是滞留在了中国的境内，因为种种原因呢，他们没有办法回去了，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在吉隆镇这块生活下来。但是呢，因为当时清朝的这个政治还有军事的原因吧，达曼人在这里一直以一个外族人的身份居住着，他们没有得到当时中央政府的一个承认，一直都是以一种流民的状态在这里生活。他们也和当地的像印度人、尼泊尔人还有西藏藏族人在这里进行混居繁衍。其实呢，在达曼人他们拿到自己的身份之前，在这里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没有身份证，没有被合法承认，所以他们在这里只能做一些非常辛苦的工作。那真正的转机是在2003年，在当时呢，经过当地政府非常慎重的一个讨论，最终决定给这个达曼村，当时是40多户、80多口人，给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他们从那个时候起，也就是18年前，才正式的拥有了我们国家的公民身份。为此，他们整整等待了200年，才拥有了我们的身份。现在呢，这一片叫达曼新村，是我们政府给他们划分好的地方，帮他们盖起了房子，他们都不用出钱的。盖好房子之后呢，他们统一聚居在这里。前面好像是这个村子的居委会、村委会在这儿，还有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村子房子建得真漂亮，虽然我第2次来，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感慨一下。我特别喜欢，你看这个颜色的这种外立面啊，建得特漂亮。然后房顶呢也是插的风马旗，还有中国的国旗。每家每户也是屋子上堆的这个柴火，冬天用来烧火啊、取暖啊什么的，特别漂亮。这个村子一共是40多户，也就是说政府帮他们建了40多套这样一模样的房子。这房子我看一套怎么也得20-30万呢，然后里面的家具也帮他们买上了，特别好啊。咱去里面看一看吧。虽然呢这个村子往上数6、7代，他们都是尼泊尔人，土生土长的纯正的尼泊尔人，但是呢现在经过这么多年，这个村子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已经是中国人了，而且非常的爱国。他们现在一句尼泊尔语都不会讲，只会说汉语和藏语。但是目前呢，这个村子里因为离尼泊尔特别近，还是有通婚的现象，有尼泊尔的女孩嫁到这儿，
也有尼泊尔的小伙来这工作，然后就跟这边女孩结婚留下来的。来到村子里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里的小孩，他们虽然长相都很有尼泊尔人的特点，但是无一例外，上学的孩子汉语都非常好。很多朋友之前跟我们说去找一些大人聊天，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现在西藏的汉语教育已经突飞猛进，孩子们的汉语都已经非常的纯熟，所以他们才是最好的交流对象。帅哥，给我传个球，来传一脚，传一脚。你会颠球吗，帅哥？我都忘了怎么颠了。哇，好厉害！哇，牛逼啊，内马尔啊！你们平时交流说是藏语吗？还是说你们的话？什么教练？你们平时自己怎么说话？藏语。藏语啊！我来一个，来一个！哇，好酷啊！内马尔附体，我拍一张。自然卷都是。这是你的好朋友。藏口人，他这个头发自己就是卷的。这帅哥也是卷的。我给你俩拍个照，来。公康桑，大哥，你们平时说藏语吗？藏语的。你们能听懂尼泊尔语吗？尼泊尔没懂。听不懂。听不懂。Namaste 大哥都肯定懂啊。Namaste 的听懂。Namaste 的听懂。其他没不要听懂。没去过没有？哦。尼泊尔以前没疫情，他们不是可以来啊？没有去过，爸爸妈妈都没去过的嘛。你爸妈没去过？没去过。哦。你们村子多少人，大哥？村子吗？啊。50多户哈，有多少个人？200人。200多。哦，200多人。200个人。大哥，你们村子都是尼泊尔人吗？你。以前是老早是那儿的，现在不是了啊。哦。那你们身份证哪写的，大哥？身份证怎么写的？身份证写的藏族啊。就是藏语。哦，藏族。你们现在都是说藏语吗？藏语和汉语都会啊。哦。我们也会藏语，公看不藏，土鸡鸡。你们这边是不是也有尼泊尔姑娘嫁过来的？没有。他们说有同婚的呢。没有。哦。我们去年在那个小伙家，他说他妈妈是尼泊尔人。是老早以前了，可能。去年。以前人。的。哦，就是20-30年前那时候有同婚的呢。对对。这边真是每家都是独栋别墅啊！哇！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当地村民的房子，看看他们居住的这种漂亮房子的内部是怎样的。他们这房子挺好的，每家都有个院子，然后还有几间房子，特别的好。小呀。这个是男孩吗？不是，这是女孩。不是，他们两个男孩嘛。他们俩都是男孩。哦。哇，你的弟弟开心不？阿妈，你们平时吃什么？平时吃什么呀，美女？吃什么？糌粑。土豆。哦。有土豆。这些曾经的达曼人，现在都已经讲着流利的汉语，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希望他们能够幸福地生活下去。1792年，尼泊尔王国的将军率领4000库尔喀军队入侵西藏聂拉木、吉隆等地。乾隆皇帝派出福康安带领几万名清军抵达吉隆，在这里击退几千名尼泊尔士兵，收回了吉隆等地。最后还进攻到尼泊尔首都附近，迫使尼泊尔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在击退尼泊尔军队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清军将士在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福康的军队便将一部分战士的遗体埋在了吉隆，所以在这里便出现了108个石头垒成的清军坟冢，当地人称之为清军墓。而当年被清朝军队击败的尼泊尔人就住在紧挨这里的达曼村，现在他们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被称为达曼人。在达曼村的隔壁，距离达曼村只有200-300米的地方，就是清军墓的遗址。我们去年从这儿走的时候，里面是建筑工地，什么都没有。那今年可以看到哈，里面已经修成了个景区的样子了。我看到
有一个，右边是洗手间，然后正对我们的那个叫清军护藏卫国纪念馆，里面应该是有当时的一些史料的一个陈列。我们现在沿着这个纪念馆的外围在走，尽头应该就是清军墓了，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感觉应该后面挺长的。对，挺长的。我看这个纪念馆的后面好大一片呢。是的。走吧。哇，去年来的时候这块还是工地，什么都没有哈。这路是谁踩出来的？牛踩出来的。还能走？看这个。还有个侧门。哎，那边是干嘛的？不知道，一会儿看看去。行，我怎么感觉那边有点像墓地呢？我也觉得那边像墓地。是吧？哎，那有点像哈。对。这个是什么呀？好像啊，这个。感觉就像个墓园呀。对呀。他们应该是这种乱葬的哈。对，因为都已经几百年了嘛。对。留不下来那么明确的墓地什么的。是。哎，真的，你看。哦，真的。看，这就是坟地嘛。是。还有那个碑呢。有碑。这边以前应该是可以到里面看的，我看有人在树上绑哈达，现在只能老远的看一下。碑在哪儿？你看。对。好几块，好多碑呢。在这边阵亡的清军特别多。对。哇，那真的是石碑，感觉好久了，真的有上百年了。有，绝对有了。你看那个碑，有点那个，好像已经快碎掉了。对。已经往下掉渣那种。这儿也有一个。是，看到了。离我们特别近的草丛后面。而且你看这石头，他们西藏那边很多人土葬就拿石头堆起来的。对，咱围着转一圈看看。好，还有哈达，应该就这一块的。你看这是，这块是个大的坟冢嘛？对。它有墓碑就不会错了，而且上面都绑的哈达了。对。这个路啊，我刚才想着，因为这块又没有人，以前是个工地，这路谁踩出来的？是。现在看来就是当地的人，你看这一圈一圈的，都是围着要转出来的。对。就围着这个。相反呢，这个小路在这儿就没有了。对。清军那个纪念馆那边是没有路，全部是来这儿了。是的。咱们去前面走走看看啊。好。上面没蚂蟥吧？没有。哇！哎，快上来！上面的墓碑特别多。哎呀！慢点。好滑，碎石路。走草上。啊！哦，真的是。绝对是，确定了。这么多。因为在西藏这边啊，在藏族人的丧葬方式里面，他们有，天葬、水葬呀，也有土葬。对。他们土葬就这样子。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那边是用一个大土堆，他们用的是石堆，而且规模不大，就这么大，就这么小一个石堆。哇，我们来吉隆第2次了，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清军墓所在，就是我现在左手边的这一大片坟冢。哎，觉得这些士兵也挺可怜的哈，埋骨他乡，连个大的墓碑都没有哈。对，这个地方已经200多年了，而且这些哈达应该是当地的藏族同胞往这儿放的，这些脚印儿也是他们踩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当地的藏族人在他们心目中呢，也是认为这都是英雄啊，为了保卫当年的西藏的领土，保卫我们的家园。这旁边这个地方其实很好的，你看这个四周都是环山的，后面有大片山坡，而且全是野花。你看这个墓地，整个周围都被野花包围着。这就是历史啊，真实的记载了当年的尼泊尔库尔喀进犯我们西藏，然后被我们的清朝军队赶出去，在这里留下来这样的这么多坟墓。都是历史啊。咱们继续走走看看去。好，我拍一下啊，几百年的历史就在我们的眼前。哦呦，从这儿看这个角度更好啊。是。我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些石头堆，可能有一些被那边的树丛还有土掩埋了。现在外面露出来的能看到的，大概有个将近100个小坟堆。
我们就不下去了，就站在这里看一看。但是这下面肯定有人去过，为啥？你看这些海拿的很新，海拿特别新，后面那些稍微泛黄的也没多久，也没挂多久。对，因为这边呢每天都在下雨、刮风干嘛的，所以像这么新的海拿呢，应该就这几天才挂的。那这边的，还有这儿也是挂的海拿，那儿一圈的栏杆上都绑的是。其实看到这些还是心里感觉挺凄凉的啊。对，挺心酸的，觉得真的。像他们当时呢，在这里打仗的时候，也都是战士们也就10几20来岁。是。现在全部葬在一起，也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墓碑。我回头呢可以查一下资料，我推测就是当时他们在这个地方战死了，战死之后呢，我们战争也取得了胜利。取得胜利之后呢，当时肯定是像福康安将军率着其他的部队，估计是班师了，然后其他留在这里的遗体，后来可能是被当地的藏族同胞用他们的丧葬方式埋在了这里，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且呢，在当地藏族同胞的心里呢，我们这些烈士们也是他们心中的英雄，所以会经常来看他们。你看，已经20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墓堆其实还是很整齐的，而且有更多的战士，他们连陵园都没有，就在哪个地方牺牲了，可能就在那个地方永远的留在那儿了。很多也没有名字记载。真的，我现在看到这些东西，感觉特别的心酸。我们现在在祖国的边境地区，交通、食宿各方面都非常便利，每年可以来这儿旅游观光。但是从古至今，这里从来都不是一片宁静祥和之地。200多年前，大家看看，就有这么多人保卫祖国，牺牲在了这里。所以，就我每次来这种地方，还是感觉内心非常触动的，真的是。这个就是白天的吉隆街道，是吉隆镇的主城区了，基本上还是没人啊。前面这个路就是吉隆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商业街了，两边都是吃的和卖东西的，就这条路。因为前面就是那个帕邦寺嘛，所以这条路很重要。今天就离开吉隆镇了，我俩吃最后一顿饭。这儿物价还可以是吧？还行，比别的地儿能便宜点哈，比别的边境上的县城。比阿里便宜。我们今天出发，今天晚上应该还出不了日喀则，然后明天就到了阿里境内了。等到了阿里呢，大家再看看这个房价和物价，基本都翻了1倍了。那边的县城住宿跟我们这儿差不多的，特别烂那种，都是300左右，挺贵。然后吃的像这碗水饺的话，贵到25、30了吧？对，我们现在这碗是20块钱。然后一个肉夹馍10块钱。前两天吃的油泼面是一份是15，还挺便宜的。那太便宜，那比拉萨还便宜。对，便宜一下。离开了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吉隆，意味着我们又将返回西藏的高原区域。之后我们抵达的地方海拔基本都是4000米左右了，甚至狒狒和文涛还将去体验海拔5700米的冈仁波齐转山之旅。刚出吉隆，这里还是郁郁葱葱的景象，云雾缭绕，水汽很重，但是也会伴随着很多危险的状况。这条路上很多地方都被泥石流冲毁，所以还是需要小心驾驶。通过了泥石流高发路段，我们告别了绿色的吉隆，随着海拔的升高，迎来了灰色的吉隆。路两边的山上都是岩壁，不一会儿就到了一个著名的寺庙查嘎寺。这个寺庙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它建在悬崖峭壁之上，而且里面只有尼姑。我俩穿太薄了，就不爬了。这个寺其实下面看看就挺好了啊。对，爬上去其实也没多好看。对，它的寺在哪儿？不在那个白色房子那一片儿。哦。它继续往后面绕点，在那儿后面一些呢。对，这样子。我看别人爬的那个攻略了。当地人说他们需要爬大概40-50分钟吧。哦。我们俩爬得2个小时，然后在家拍摄，在家下山，一共4个小时差不多。所以我们就不去了吧。最主要风太大了，太大了，我俩穿太薄了。对，我们俩要爬的话就要穿羽绒服，但是这边呢一直在下雨，要穿羽绒服的话就容易湿透了，就很难受。
算了，不去了。不去了。这个查嘎寺呢，就在吉隆镇去吉隆县的路上，就在这个算是这个国道旁边吧，悬崖之上，很美啊。但是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紧，就不去了。而且说实话，这个西藏寺庙都大同小异，但上面其实是个尼姑寺，听说。刚才这个看门大给我们讲，上面是住了20个尼姑，然后这个寺庙历史有1000年了。我们现在出发了。我们现在到了一个超美的地方，这边居然还有个洗手间，非得去上厕所。我们刚刚从这个吉隆镇到吉隆县城这个峡谷刚开出来，看这个峡谷好壮观啊，到处都是这种风化的巨石。哇，这边还有一个应该是一个佛塔，但感觉这个佛塔是超级的大，比我们一般见过的佛塔都要大。这个佛塔的名字叫明森卡曲登，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应该是有一些历史在里面的。这个河谷超美，有小树，有戈壁，还有河，蓝天白云，太美了。西藏的最美的景色永远都是在路上。我们等会儿就要往那边走，翻越5300多米的一座山，就在那个方向。今天一会儿就加个油了，油不够了。今天从海拔2000多的地方要爬到5000多的地方，走吧。眼前的这个隧道就是打穿喜马拉雅山脉的其中一座山的隧道，未来的中尼铁路很可能就在这附近修建。翻过了这座海拔5600米的山，我们朝着萨嘎县的方向行驶。在这里开始，我们将回到西藏的高原地带，喜马拉雅山脉那绿色的场景将离我们远去。回到了西藏的高原区域，虽然这里的海拔很高，但是一路的景色真的令人享受，仿佛在这里开车才真的有驾驶的乐趣。我们今天经过的吉隆和中巴都属于日喀则，日喀则地区在西藏属于水草很多的地方，所以一路并没有阿里地区那样的荒凉感。沿着29国道在这样的旷野里行驶，我们从天亮渐渐开到了天黑。现在已经是晚上的8点了，阿里这边还没有日落，这边差不多要到快10点才天黑。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往右边走是中巴县，往前走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目的地帕扬镇，然后右边还有一个中国石油啊。我们今天就直行吧哈，我们顺着219走吧。那个中巴县呢，进去之后，第一是要绕进去，明天还是再开出来。第二个呢，中巴县因为它不在国道边，所以里面的住宿特别少，就1、2家，而且非常贵。而帕扬镇呢，是一个游客还有这边做生意的、搞运输的这些人那个集中的集散中心吧，有吃的，住宿还挺多的。我们继续开，现在已经晚上的快9点了，我们现在距离帕扬镇有70公里，预计大概在10点前，就天刚刚黑的时候能到吧。昨天晚上我们到达了帕扬镇，今天我们将继续赶往中印边境普兰。今天的路上我们将会路过西藏3大神湖之一的玛旁雍措。玛旁雍措不仅风景极美，而且它的宗教地位也很高。不光在藏传佛教中它是神湖，在印度教中玛旁雍措是印度教主神湿婆神的居所。正是因为如此，每年都有很多印度教徒来到玛旁雍措祈福，围着神湖磕头朝拜。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吧。这是我们昨晚住的，就算一个青旅吧哈。对，类似青旅客栈一样的。这海拔有点高啊，帕扬镇。对啊。这边是4600米，然后我早上起来嗓子特别干，然后鼻孔我擦了一下鼻涕，里面全是血丝儿。然后我们昨天住的这家就叫青年宾馆哈，然后房间里没有那个卫生间，就工位。对， 1楼有
那个洗脸的、洗澡的。2楼有一个洗手间，我们昨天就在这儿住的。是。哎，给大家看一下，就长这样。就这样一个小房子，有一个床。这是个单间啊，我俩昨天住的是标准间。我这墙上留了好多，当时以前来的驴友写的北京老夫妻不畏艰险，到此一游。是这儿。勇闯世界第3集。阿里，走吧。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睡一会儿就醒了。海拔太高了。对。咱俩前段时间可能待的海拔比较低一些。天上天天不下雨，干燥，然后云贼低。我们昨晚来这儿的时候，感觉快被吓死了，因为一路上全是羊、牛，还有路上还有好多的行人，这个路灯也没开。哎呀，白天来还感觉这个挺好。而且这条路吧，它中间也没有画黄线，对，而且路沿儿也不清晰，和门口是连在一起的，好多人在路上走，对，没有路灯，挺害怕的。我们现在去吃个饭。我们昨天发现了一家东北人开的饺子馆，不错。因为我们在西藏吃的饺子好多都是速冻的，冻起来的，但那家饺子是现包的，特别好吃。所以我们今天再过去吃一下。而且这个镇啊，物价好高啊！我们昨天想吃个盖浇饭，一个盖浇饭40块钱，这个价格比西藏其他地方贵1倍哎。其他地方一般就是20、25，最多25块钱盖浇饭。他们这儿还是蛮贵的，但是，饺子价格还行，25块钱，但是只有11、12个吧，就不是很能吃饱。这边物价还是蛮贵的，还没到，可钱了。我们吃个饺子，味儿咋样？还挺好哈。东北饺子都挺好吃的，25一份。现在前面堵车了，有2辆工程车在那儿修路，路可能有点问题吧。我看3辆工程车在那里有个挖机在那挖着呢。现在堵了，虽然车不多，因为新藏线上本来车就少，现在堵了大概2头各10辆车，不过时间挺长的了，我们已经在那儿等了20多分钟了。看样子吧，估计起码得个半小时才能好。我们在这儿已经堵了2个多小时了，还没开呢。哇，我们后面的车，天哪，这堵了100辆了不得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普兰。狒狒已经堵得生无可恋了。怎么不说话呀？藏西秘境，天上阿里欢迎您！哇，我们马上到阿里了，这是阿里的一个大门，好空旷啊！这边已经连草都没有了，就这种小草。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西藏阿里的入口处。这个门呢是西藏阿里这边的南大门，它的北门在去往新疆30里营房那个方向。这块的位置大概是国道219的4050公里处，我们再往前开一点呢，就到这个国道的4000整公里处了。今天早上呢，本来很早我们就从这儿过了，下午应该到普兰了这个时间，但今天路上因为在修路，堵了大概3个多小时吧，我们在那儿一直等着它放行。现在是终于来到了阿里的大门外，我们从这儿进去之后呢，就正式的进入了阿里。阿里地区呢，目前是西藏唯一的一个地区，其他都叫市了，日喀则市呀、纳曲市这样子。然后阿里地区一共管辖了7个县，基本上都是边境线啊。来到这儿之后，一定要办边防证。哎，这边的皮卡也在这儿拍照，这不是本地的车吧？咱们在这儿拍2张照，继续赶路吧。今天因为修路耽搁了，我们今天到普兰县可能就晚上了。咱们在这儿拍照吧。阿里一望无际。藏西秘境，天上阿里欢迎您！哇，我们终于到阿里了。左边写的是探秘象雄古阁，右边是游览神山圣湖。天哪，其实西藏的阿里旅游资源挺丰富的哈，而且好多都不收费。我们现在再往前走大概
70-80公里吧，不到100公里就能看到西藏的第3大圣湖马旁雍错了。哇，这里太美了！我们终于把车开到了马旁雍错。我身后就是西藏的第3大圣湖啊，马旁雍错。这个湖的面积也很大，而且它水深特别深，中国蓄水量第2大的淡水湖，特别大啊。马旁雍错后面的那座雪山，就是海拔7000多米的纳木纳尼峰。藏族人常说马年转山，羊年转湖，但实际上呢，马旁雍错来这儿转湖的可不仅仅是羊年，这里常年是转湖的信众不断。因为呢，马旁雍错是印度教、雍仲本教以及佛教这些宗教心目中共同的圣湖，所以在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这里的外国人特别多。每年呢，印度人还有尼泊尔人从我们国家的国境线那边过来这里转神山冈仁波齐以及圣湖马旁雍错。我身后呢，这个位置，这里就是神山冈仁波齐。我们去年在这儿的时候，因为天气不好，一直没能见到冈仁波齐的真容。今天天气简直太好了，你看冈仁波齐那个方向一点点云都没有，只是我们现在距离有点远，看冈仁波齐只露出了一点点的山头。等到过2天呢，我们去塔尔钦那边就可以看到冈仁波齐的全貌了。今天的冈仁波齐特别的清楚啊，太难得了，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清楚的冈仁波齐。冈仁波齐脚下那个村庄就是塔钦，我们要转山的话，从那边进入冈仁波齐转山。哇，我们走后方也太美了吧！哦，这块风超大！我们现在到了马旁雍错的观景台，上面写着是马旁雍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超美的马旁雍错。哇，看远处还能看到冈仁波齐，神山就矗立在那里。今天天气特别的好，基本上是没有云的。像那边的纳木纳尼峰，还有背后的冈仁波齐，还有马旁雍错，都景观非常的好，非常的棒。就是风特别大，看那边的经幡都吹的是什么样子了。哇！狒狒打算去马旁雍错湖边拍个照，那边风超大，我不去了。我这个湖是深蓝色的，是颜色好深啊！我下去了啊。好。哎呀，我去，门开不开呀？妈呀，这风也太大了！你看，我都没关它。要不然你腿夹了啊！很容易夹腿。我天哪！这风太大了。落单了。嗨，过来！跑了，为啥就一只呢？别的都是成群结队的。这藏野狸长得挺胖的呀，就是有点小，这个个头有点小，矮矮胖胖的长得。走了。走吧，咱们。他都吓跑了，这胆子好小啊！好多的藏野驴啊，在我们眼前，现在哇，一群啊！曾经的藏野驴是濒危的动物，但是最近10-20年，在西藏，尤其是阿里地区，基本上每天都能够看到数只藏野驴在这里奔袭，可见现在西藏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状态。这里的生存环境其实非常恶劣，这些藏野驴每天都生活在荒原凛冽的寒风中，寻觅着食物。沿着公路继续行驶，我们终于接近了普兰县城。远处的群山就是中国印度边境线上的喜马拉雅山脉。沿着这条路行驶到山脚下，就到达了普兰县城。圣境普兰，你好，我们又来了。